这风，它虽然很可怕，但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对手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要紧握我们的武器，迎面与它对抗，像我们的祖先一样，像天上的雄鹰一样。明天，我们的勇士就要踏上征程，他们此行也许永远回不来了，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存，让我们为英雄送行。来，坐吧。吴邪啊，你有没有要告别的人？有啊，有奶奶、爸妈、二叔、三叔、小花、秀秀、瞎子、老魔，还有那个胖子。看来啊，你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也是个让人不省心的人。谢谢你。明天的行动，不管成与不成，你和张起灵都一样，永远是我们银沙罗的朋友。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一直都想问你，张起灵为什么选择你替他来毁掉藏海化田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吧？我觉得不是。你们的眼睛里有同样的东西。这次的责任可以不由你们来承担，但是你们选择了承担。其实我也一直都有一个问题：你们引沙洛人守在这里，一生都在等待藏海花的成熟，在成熟之前，等待张家人到来，有意义吗？阿木，我要吃肉。哦，来，坐吧。这意义呀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。大千世界，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？人们登上高山，就觉得很有意义。可是对鹰来说，穿越山峰，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。你看，那座造起精创的石头，那一定是最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
后来被发现了，这些石头可以盖房子，可以打磨成工具，甚至可以雕塑成人的信仰。很多时候，不是因为有意义才去做一件事，而是做了这件事，才找到了真正的意义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这些年我没有执着地去追寻那些秘密，我的人生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？人生无法倒退，所有的机遇皆是必然。希望我还能再见到他。我也希望。小哥，明天我就要去阻止暴风了。青铜门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接你，我尽量吧。一个都不用死了，一个都不用死了，奇迹还在。你喝醉了？当时在青铜工厂的墙上，发现了小哥留下的这个符号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直到刚才，我终于看懂了，它不是一个符号，这是小哥根据青铜工厂的结构绘制的一张简化图。这张图其实很简单，在青铜工厂的底下，存在着巨大的能量。我和胖子也见过它地下的热源。汉斯炸开了藏海花田，这些热源泄出，和冰面上的冷空气产生了强烈的气流交锋，最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暴。我猜，张家人在之前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所以他们就留了一个备手。他们在藏海花田的底下修了一个大型的通风管道，这个通风管道一直通到花田外的山谷当中。它一共有2个口 ，A 口是进风口，启动机关，冷风被从这里抽进来，在地下和热空气中和，最后再从这个 B 口排出去。这个机关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冷却系统，它让整个的热源中和，然后被排出去。热源被阻断了，热气就不会泄出，就不会和冷空气产生对流。这样的话，暴风就形不成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你不用明白，不是你就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机关，开启这个机关，把热源排出去，风暴自然就会消散掉。你能肯定，只要能启动机关，就一定能解决暴风吗？
这个机关至少也有上百年了，我不能肯定，但这是现在唯一一个既能解决风暴，又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的办法。如果不是看见你眼睛里的神采，你现在说这些，我认为你是胆怯了，要逃跑。但是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我们2套计划同时进行，如果这个机关能够成功的话，固然最好；如果它要是失败了，我们就要按原计划进行。老冯，你是科学家，开机关的事情交给你去办。不行，我这是生物学家，这件事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做。敢死队的队形已经定了，我必须要在。既然组长已经留下了开机关的提示，这里的人选当中，你认为还有谁比你更了解组长的做事方式？敢死队的这件事，我可以替你去，而且如果你成功的，我们这个备选方案都不需要的。可是只有我知道如何带领大家在风暴中前行。这事儿我可以去办，但是打开机关这事儿必须得你办。胖子，千真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。但是我觉得海星小姐姐说的对啊，开机关这件事，在这儿没有第2个人比你更合适。我们敢死队白练了，随机应变我们行。再说了啊，我在，就等于你在。还有老冯呢，是吧？别把科学家不当回事儿，人家刚才一口气儿吃了4个饼呢，是吧？说了，你们这个饼到底是怎么做的？都没吃饱啊！吴邪，没有时间了，这里只有你能做，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吧。好，按照原定计划，我们10点钟出发。我去开机关，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我就马上赶回来。你和胖子先替我顶着。这件事情只能我一个人去做，其他所有的人做进暴风的准备。如果时间到了，不管我有没有回来，都准时出发。好，别那么紧张，2个小时呢，开个机关富裕。别忘了你是建筑系的高材生，不是给你压力啊。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靠你了，加油啊！小哥可等着咱俩呢。赵一谋，扎西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干什么来了？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已经留了字条，就算是咱们不能安全的回去，也会有其他人把暴风的消息带出去的。可是你身上还有伤。不用担心我，虽然我进不了阻止暴风的队伍，但是走路没问题的。走吧，来不及了。你不是不相信我吗？不相信，但是如果能拯救我的部族，我愿意试一试。我希望你能成功。这条路可以快速到达金头门。走，就是之前营救你们时走的路。
好。这里就在这里。就是这个，小哥留下的标志。小哥这幅图和里边的结构位置关系几乎都一样。那如果这样说的话，下面这一侧就应该是那个通风井。我们现在应该在上面这一侧。这个圆圈就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。那旁边这个就应该是操控室的位置。所以说，这里确实是一个引导热源的装置。是。太好了，操作室就应该在那个方向。啊，走，太好了。不对呀，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啊？那怎么办？可能是小哥的地图和实际的尺寸有差异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这堵墙的后面就应该有一个大的空间。找找。银丹，哎，怎么了？找到了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太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着什么急啊？到时间了吗？就出发。去查看一下。是。这个时候，天津肯定到了青铜农场了，没准问题马上就能解决。吴邪，这就是你要找的机关吗？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启动这个就能消灭风暴，那我倒要试一试。哎，别，你等我再观察一下。哎，吴邪，你过来看，这个墙上画的是什么？乱七八糟的。这个墙上面画的，应该就是这个装置的施工图，描述了这个装置的结构，还有它的启动方法。我们猜的没错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扇系统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，就应该是总开关，它通过齿轮组连起了启动装置，还有传动装置。对，启动这个开关，就可以启动整个的装置，把冷空气从外面抽进轨道里，中和地下的热源，从而让风暴消失。叶丹，你看那两根就是传动轴，在这个房间里边，还应该有一个点火装置，在那里。明白了，两边的发条，让它们可以连接在一起。
只有点火装置能让异族齿轮启动起来，我就能够找到办法。没错，银丹，哎，你去按开关，我来操控发条。来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按下去了，是不是风暴已经被我们消灭了？是装置根本没有启动。我按过了。是不是点火装置失灵了？怎么样？好吧。果然是这里出了问题，没时间了。里面怎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这个装置出了故障，燃料进不来，而且点火装置也失灵了。风暴没有消失。通知大家，准备出发。既然里面的装置坏了，我们就自己找动力。这里的动力是靠燃烧产生的，爆炸依然能够产生动力。只要这个动力足以推动活塞，让整个的齿轮运转起来，我就有办法让两个系统连接到一起，驱动整个的系统。但这个空间必须要是密闭的，这样爆炸的力量才能全部作用在活塞之上。来，帮我一下。好，来。先看看这扇门是否能合上。能合上的话，一会儿再开个缝把火扔进去。卡扣都断了，撑不住啊！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先撑着一下，我找个东西把它撑起来。让我们再给天真点时间，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再给他10分钟吧。既然他是代表我们去的，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他，再给他点力量，等一等好吗？10分钟一到，马上出发，好吗？我不相信吴显会失败的。你先把门放下来。好，你别再找了，这个门我扛得住。这个炸药太危险了，我们无法预见它的威力。我来解决这个阀门的事情，你来操作这个发条。过来，我教你。你过来。我教你怎么操作这个卡扣，你要仔细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把耳朵贴在这里，你要仔细的听，然后这只手转动这个。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就是里面的卡扣卡住了。当卡扣卡住的时候，你拼命的转这边，到时候转起来的时候，速度会比现在快很多。你一定要仔细的听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力气我有，这个我来。一站。吴邪。查兹尼莫，塔吉达利。
么事？快说！风暴没有了。老冯，走。你看，你小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走，咱们回家。下，吴邪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死在这里，而不是里边。现在还没死呢，就想放弃了？别傻了，其实咱俩心里都明白，我这个伤根本就都不留影杀我。吴邪，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我也有我自己的归宿。没什么路不路的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。天好蓝啊！你放我下来。怎么了？放我下来。好暖和呀！好久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天空了。小时候我一直在想，等长大以后，我要走出这片雪山，要去看看更广阔的天空。但我现在，现在才发现，我一直就在最广阔的天空下。天地的广阔本来就不在天地，在人心。你守护住了这片天空。放心吧，谢谢你，千万要记住啊！等将来有一天，你再回到这里的雪山，千万要记住，记住。来，在今晚这个欢聚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大家举起酒杯，
这第一杯酒，庆祝我们还活着。来。小多西，这是银丹哥哥的刀。银丹是我们已杀落的英雄，他一早就做好了为守护大家付出一切的准备。就让这把刀带他留在这里，永远带印沙洛铭记。这第二杯酒，敬我们的英雄银丹。战役喽！哥怎么办啊？我跟他打拼了那么久，为了尼亚塔，为了那个不可能的愿望，我也已经累了。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，只希望他可以想通回来。我觉得很难。跟你说明白话。我不会原谅他的，他也不会原谅我。下次我再见到他，我肯定弄他。也就是现在，你会站在我这边，咱俩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说话。过了明天，你很难再站在我这边。理解。小天真果然是个明白人。你比他懂透。这个家你是主心骨。说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以后各走各的路，但求开心，不后悔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以后要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负责。对了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时间跟你说一个事儿，这是我哥给我的，组长的最后一份卷轴。这是德仁之前保管最高机密的卷轴，但是之前我哥去了一次吉拉修行场，提前把这份卷轴偷走了，现在还给你。组长接受了天寿，解决了雪山的事情，但是在天寿之后不久的一天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件事被算作他那段故事真正的尾声。这里的记叙很重要，都记录在里面。张起灵成为组长，接受张家重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。这个我知道，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来历。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。他想了解自己过往的身世。成为组长之后，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情。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为何而来。他想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。也就是第一次天寿之后，
他忘记了这一切，而是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去做其他的事情。终于，他处理完董灿这件事情之后，他走到了这一步，要解开自己最重要的心结。小哥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，突然有一天，脑海中浮现出了一段与他身世相关的记忆。白马，组长，您已经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吗？您放心，我们负责为张家族长保管世代的记忆。您需要什么，有任何问题，我都会竭尽所能。我要见白马。白马？您知道白马？眼窝深邃，皮肤雪白，脖颈中有一颗痣。您怎么会知道白马？怎么会知道他的长相的？又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见他呢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或许是天寿里的内容，也可能是以前的执念。组长，白马的事情只有我们知道，这是绝密。白马10年前来到修行场，是为了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他的儿子。我也是刚刚知道，您就是他的儿子。贵客为何在此长跪？大师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我的孩子被张家的人带走了。张家的孩子被带回张家，这个忙我怎么帮啊？我自知无法阻止孩子回到张家，但我也知道，张家那样的环境是没法培养出一个幸福的孩子的。人自有命数，可我身患重疾，命不久矣。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，也许余生
我也很难等到和孩子再见面的那一天。我听说大师们知道藏海花的秘密，我想请大师们用藏海花把我封存起来。藏海花只是能够把人暂时的封存起来，但它治不了你的病。而且数年以后，我们也没把握能把你唤醒，所以我们现在明令禁止使用藏海花。可大师，这个孩子不一样，他不一样呀！我想请求这个机会。如果他幸福，他不会知道我，也不需要来找我。可如果他不幸福，他一定会来找回自己的身世。我不希望他找到的是一具尸骨，我希望他能感受到这人世间哪怕还有一点点爱。所以大师，我真的请求你们能给我一个和孩子再见面的机会啊！不行，大师，不行，大师。那天，我们给白马用了藏海花，
从此他陷入沉睡。白马以自己的不得安葬，给儿子留下最后一份安慰，等待儿子的到来。他死了吗？并没有死，但也不是活着。你想见他？你就如一块石头一般，见与不见，没什么区别。那院里边有一块巨大的原石，你去雕琢它吧。心里有什么就去雕刻什么。等到那块巨石被雕刻成型以后，你就可以见到白马。师傅啊，我不明白，他是从什么地方产生要到这里来的念头呢？师傅，您怎么会说他是块石头呢？我常常这么看着他，就觉得他始终都是无欲无求的样子。如果天地间不需要他，他就在那里。就连思考的欲望都没有。先有了，然后没有，那才是大彻大悟。生来没有欲望的，那是石头。你不该是块石头。我该让你母亲感觉不到你的存在，要学会想，要学会想念。生是你母亲的第一份礼物，这是她最后一次送给你的礼物，那颗被他们遮蔽的心。组长，师傅今天让我去修葺布置了一间屋子，白马会被送到那里。恭喜你。
白马多年封存于冰川下，受藏海花药性的影响，它可以沉睡并存活数十年。我们与他约定，当他的儿子来找他的时候，我们便会将他带出来。届时，白马会被唤醒。虽被唤醒，但他的感官大多失效，他看不见，听不到，也不能说话。但白马知道，他的儿子就在他的身边。然而，当藏海花的药性退去，白马离真正的死亡就只有3天时间。
他需要先找到自己的想。只要他的内心有一丝想那块石头成为什么样子，那块石头就会呈现出有意义的形状。到了那时，他有了心，才成了人。他母亲对他的牵挂才落了地。人出生时本没有心，所以谁也伤害不了他。但人一旦有了心，世界上任何东西就都可以伤害他。所以，我们让他有了心，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伤害他。后来，听说族长离开了吉拉修行场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做了些什么。再后来，那位老修行者和德人都去世了，见证这一切的，只剩这一份卷轴。张家人都有着这样的命运。孩子没有感知家庭温暖的权利，父母也没有看到孩子幸福快乐度过一生的权利。白马很想看看孩子长什么样，想知道孩子的每一份喜怒哀乐，想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里的每一个瞬间。可是他用尽了全力，只为自己争取来了这寂静的3天。他的孩子却没有一个像样的人生。将来我会陪他解决掉所有的问题，让他过上平凡人的生活。快进来呀！哎，来喝。走了。
了。奶奶，我恐高啊！那游乐场那翻滚过山车您坐过吧？那人这嗷嗷的，我都不知道图啥。你说那外面那大风刮的，谁不害怕？哎，你还的！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也太猛了！你们真不怕死啊？你们？我跟你说，我自愧不如啊，奶奶。我喝点酒吧。不是胆儿小，我就是胖子，这么快就喝醉了。我跟你说，奶奶，幸亏你扎的及时啊。要不咱们就得那边聊了，这个，哎呀，是不是想吃花生米了？哎，还有有点花生米就好。哎，不过这个也挺好。哎呀，吴先生，这一杯是来告别的。怎么，老冯，你要撤了？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要回去。天亮以后我就走了。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回学校。重新去大学教书，挺好。就这些吗？还有，可以有时间去找我妹妹。其实这些年，我做了那么多事儿，都是为了逃避我没照顾好、我没保护好我妹妹这件事。但是无论我在做多少，这件事就像一块疤。永远都在，永远都疼。吴先生，后来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也明白了，灾难的情况下，再差的结果，就有面对才能改变。所以我现在不想逃避了。谢谢你。也谢谢你，潘爷，也谢谢你，帅。吴先生，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那件事了吗？哪件事啊？你和你的朋友张起灵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？你到底欠了他什么？为什么为了他这样拼命？说说吧。当年，小哥见过了自己的母亲之后，继续他履行族长使命的漫长旅程。他忍受着频繁的天授、失忆，到处奔波，跟人夹喇嘛，进入各种危险的地方，去查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缘由的事情，并且过一段时间都要回一次青铜门，一守就是10年。后来，一个神秘的组织发现了小哥。这个组织是由9个家族构成，他们的家族非常庞大，历史悠久，专门探寻地下的各种秘密来牟利。他们基于小哥超凡的能力，在了解了他的信息后，便找到他进行了一次谈判。这个组织提议让小哥替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只要这件事情完成，他们就会派人进行严苛的培训，轮流替小哥守青铜门。小哥最终答应了他们。小哥开始帮那个组织做事。而因为一些机缘巧合，我被卷了进去。
我当时大部分的冒险和他要解决的事情恰好重叠了，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。你们冒险的事我倒是听说过，只是没想到张起灵的背后有那么多前因后果。虽然我们是兄弟，但是我也觉得亏欠他很多。我们哥仨呢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去了那么多离奇的地方，这一路走来，自然就形成了这坚实的友谊。那么亏欠这一说如何而来呢？我作为一个无知的普通人，非要跟着他一起去探寻所有谜题的答案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愚蠢的执着，所以让他感到意外吧。吴贤，你跟过来做什么？其实你不应该卷进来。你三叔已经为你做了不少事情，这里面的水不是你能趟的。其实我也不想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我只是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呢，偏偏所有人都不肯告诉我，这趟浑水我不趟不可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的原因呢？我没想过，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想。其实，有时候对一个人说谎，是为了保护他。有些真相，也许是他无法承受。能不能承受，那得让他自己来判断。也许那个人根本就不想让别人来保护呢，也许那个人只是想死个痛快呢。你了解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痛苦吗？我了解，而且比你更了解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想知道的事情远比你要多，但是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你一样抓住去问。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，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找到与这个世界的联系。我从哪里来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能想象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没有人会发现？就好比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一样，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。我有时候照镜子，常常在想，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，还是只是一个人的幻影？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。你要是哪天消失了，至少我会发现。我自己的事情，也许等我知道答案的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。但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抓住我，是得不到答案的。这一切对于我来说，同样是一个谜。我
想你的谜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再多了。能不能告诉我至少一件事情？你为什么会进了青铜门里面去？我只是在做汪藏海当年做过的事情。你在那巨门后面都看见了什么？那道巨门后面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在里面，我看到了终极，一切万物的终极。终极。另外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站在我这边。后来，在这些冒险终于结束的时候，小哥也完成了帮那9个家族做的事。他来向我道别了。我没有做好思想准备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一切都完结了。我想了想，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似乎能找到的只有你了。说吧，你准备去哪里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肯定是一辈子的朋友。以后常联系吗？或者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向我开口就好。我吧，虽然不富裕，但是基本生活我还是可以支持一下你的。我要去三圣雪山。哦，那是个很冷的地方吧？这南方多好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湿润，这是个养人的好地方。我只能去那里。再见。三圣雪山，服务员结账。张起灵和你道别是去云顶天宫的青铜门了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接下来的路，你不能再走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这门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必须有人进去处理。每次进去，就必须待10年。但你刚刚不是说，张起灵和那9个家族有契约，只要他把他们完成事情，就不用再去说青铜门吗？这正是我欠他的地方。当时我追他到了北方的雪山里，也问了和你一样的问题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和当时的9个家族达成了一个协议，我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，帮助张家共同承担这份义务。按照承诺，这9个家族中的人会轮流替张家守门，但他们之中没有人履行承诺。云顶天宫那扇门里，有比这里危害更大的东西需要解决。
按照那9个家族的承诺，原本那个被选出来去守青土门的人，其实是我。但他们从来没有培养过你，你进去就会死。我是张家最后的族长，以后所有的事情，这里由我来守护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我还是和你说，10年之后，如果你还记得我，你可以回到这里，也许你还能看见我。原本应该在那个深渊洞空一样的地方待上10年的人，也应该是我。小哥本来有机会减少这些痛苦，但是他为了我，放弃了这个机会。他选择独自去承担这些苦痛和重责。这就是我对他的亏欠。这样的友谊实属难得，也难怪你会这么拼命。吴先生，今天值得好好庆祝。敬小哥，敬小哥。明天呀，你们就要走了。感谢你们帮着我们引杀了万人，希望你们各自珍重。来，我敬你们。